不好了，赵恒来了，快关门！娘嘞，要饭的来了，赶紧关门！孩子们可不管，一下马车，阿宝就抱着那个好大的盆，朝着滇南王府驿馆的大门用力地拍了起来。开门哇，给我一点肉肉吃！大喜大宝，你们俩跟阿宝还有阿婷在这儿，大丫二丫，我们去莫西王府驿馆那边，这可是2个大头。梁掌柜思路还挺清晰啊。对了，阿宝，要是他们不开门，你们也别待太久，他们在街上都有摊子，去摊子上要饭也行的。驿馆里的人听见这话，娘的，那么大点的小男孩竟然还知道外边有摊子。爹爹，我们去要饭，你不去了吗？你不能光靠小孩要饭的，你昨天要的饭最多了，他们都怕你。那爹相信你们呢啊，等到你们要不到的时候，爹再出面。阿宝认真地点了点头。爹爹，等你老了，我也可以要饭养你的。我昨天坐马车看见一个年轻的人给一个老爷爷要饭吃。哎，行，以后你养我啊。听见这话，阿宝这才开心地跑了出去，继续拍门要饭了。大太监纵使心里有万般不愿意，最终还是带着人来到了驿站，结果迎接他的又是一顿闷棍。这个赵恒能不能抓起来呀？烦死了，每天都来霍霍我们。你们看见他闺女那个盆没有？那么大。打不到赵恒，只能打这个狗腿子了，让他跟赵恒穿一条裤子。这差事谁爱当谁当吧。阿宝，你背一个小包站在旁边，阿婷给我几个，大丫二丫你们俩吆喝。九毛不得不佩服梁掌柜这小子，还是有点经商头脑的，不仅跟着主子做无本买卖，还得赚驿站这些人的钱，真是够黑的。赵阿宝，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我的娘啊，好像是刘夫子的声音。夫子，我们在赚钱去。赚什么钱？夫子，当然是赚有钱人的钱，我们这叫阿婷，叫什么来着？劫富济贫。对，就是劫富济贫。劫富我倒是知道，这济贫，你们几个吃的膘肥体壮，不算贫吧？你们倒是跟我说说，谁是贫？夫子，贫的是阿婷，你看看阿婷多么瘦。刘夫子朝着江婷的身上看了过去，他猜测此人应当就是北周王江婷了。在一群胖墩里面，他确实是最瘦的一个。那赵阿宝要饭要了这么大一盆，都是给小朋友吃？还有我爹爹的，我也要养我爹爹。真离谱啊！夫子，你怎么叫我赵阿宝啊？你为啥不叫我夫子了哇？我叫你一声，你敢答应吗？你这个假期一定学会了不少诗吧？要不要教我一首？我年纪大了，脑袋不好使了，需要你教一下。夫子，我年纪也大了，我也脑袋不好使。你年纪小，如何年纪大了？刘夫子仍旧笑着。梁康喊了一嗓子：夫子，你别笑了，吓死人了。康康啊，有人来找萝卜干了。就在这时候，赵恒走了过来，一听有人要买萝卜干，一群娃嗖嗖地跑开了，只有江婷很认真地跟刘夫子行了一个礼后才跑开。这孩子不错。赵恒点头。真想不通，你们夫妻俩这么聪明的人，竟然会养出这么蠢笨的孩子来。刘夫子是恨铁不成钢啊，想想自己当初被阿宝气得跳脚的样子，他就很难受。阿宝只是读书笨了一些，那学其他东西还是很快的。是，吃喝玩乐样样精通。老夫现在都已经能想到，再过个10年，京城绝对盛不下这几个纨绔了。夫子还需好好保养，切莫那时候牙都掉了。他们几个确实不是省油的灯。刘夫子心里一梗，这几个糟心娃。赵恒在跟刘夫子交谈的时候，康康已经把大喜带来的萝卜干卖完了。炒肉就行，炒肉很香。康康一边喊着，
一边朝着大喜问道：大喜，你家还有萝卜干吗？没了，都带过来了。那我们以后就吃不到了吗？原来阿宝是在担心他自己吃不到。这样，咱们今天回去以后就去金江那边的村子里找人买，明天再来卖。梁掌柜，有人来买布包了。来喽！梁康又快步地跑了过去，九毛喊完就站在一边。很快，一个胖墩墩就跑到了他的跟前。大小姐，我不叫大小姐，我叫大掌柜。好的，阿宝掌柜。阿宝开心极了，顺手还塞了九毛一个铜板。滇南王府驿馆还在外面，还在外面卖东西呢。真的是无本买卖，讨人嫌。趁这几天时间，多观察一下这些进京朝拜的王侯们。只是赵恒这样说的时候，已经带着江婷敲响了莫西王驿馆的大门。赵伯伯，咱们直接进去吗？不是要暗中观察吗？有人暗中跟着我们，进去瞅瞅吧。谁呀？在下赵恒。赵恒不让进，问就不让进。赵恒也不搭理，直接拎着江婷用轻功飞了进去。哎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赵恒来了，我们还有20斤羊肉，都给你，都给你。赵恒也没有搭理，带着羊肉又和江婷出来了，然后又照葫芦画瓢去了滇南王府的驿馆那边。宫里，大太监一瘸一拐的跟裴文帝汇报：皇上，赵恒今天上午一共打劫了3家，几十斤羊肉，还有一些菌子，还有，说是塞外的一些香料。老奴回来的时候，他们正在驿站那边烤肉，还挺香的。赵恒在他们的驿馆里待了多久？都没见到面，就说莫西王府那边，老奴亲眼看见赵恒刚飞进去，人那20斤羊肉就已经扔出来了，赵恒是接了肉就走了。皇上，他是真缺德呀！驿站那边都不敢打他，只敢朝老奴下手。老奴又打听不到什么消息，只听他们说，等离开京城以后，就要派人刺杀赵恒。裴文帝见大太监说的跟暗卫汇报的差不多，就说道：继续打探。唉，钱难赚，屎难吃啊！赵府，赵恒从剩下的几斤羊肉里摸索出了一沓银票。银子到了，那批武器送去莫西吧。主子，滇南那里暂时不送，等他收拾完烂摊子再说。赵恒处理完这些事儿以后，就抬脚朝着阿宝的院子里走了过去，准备看看阿宝今天有没有睡狗窝。结果刚走到阿宝的院子前，九毛快步地跟了过来。主子，滇南王府那边来了一只信鸽，滇南王好似毒发了，奄奄一息的。驿馆的人已经瞒着这个消息了，只不过应该瞒不了多久。密信上说，暂且能撑到明日上午。滇南王请主子帮忙。啊，我知道了。然后就抬脚去看阿宝了。九毛有些懵，这滇南王不是已经毒发了吗？主子竟然还不动作。正巧这时候，九毛瞥见了脚步匆匆要离开的赤霄的身影，他便下意识地喊了一句：四哥好。赤霄听见这一称呼，他冷着脸看向了九毛。九毛还没有察觉到有什么不对，有些憨憨地咧嘴道：四哥，这么晚了还要出去吗？最近京城有些乱，四哥请保重啊。我不是你四哥。是啊，你就是我四哥。大小姐说了，你就是四毛。那你敢喊主子一声三哥吗？我哪里敢啊！他们又来了，快关门呐！姐姐，今天还去买东西不？你爹昨晚说今天要带你们去看刘夫子他们的。刘夫子不好看，驿站好看。今天去驿站跟康康他们说啊，把那个弹弓什么的都带上，咱们去捉麻雀。一听真的要去驿站，阿宝顿时开心极了，他嗷嗷地喊了一嗓子：啊，不是说要去看夫子们吗？怎么还去驿站呢？能不能给驿站那些人喘口气儿的机会呀？
老药王都有些看不下去了。这2天孩子们跟土匪一样，不仅上门要饭，还赚了个盆满钵满。那得看他们争不争气了。赵恒说了一句听起来有些莫名其妙的话，只有阿宝一个人在旁边嗷嗷的傻乐。当然阿宝这么开心，肯定也会跟小朋友们一起分享开心。康康，大宝，我爹爹说了，驿站那边吃的多，所以麻雀也多，我们可以去捉麻雀啦。药爷爷不是说只能让咱们用筛子和麦子抓麻雀吗？高兴了就放走，不能用弹弓的。干爹为啥让咱们拿弹弓呀？你傻，干爹肯定是想让我们自保，带着弹弓肯定是打人的。听见梁康这话，江婷也是点了点头。他的猜测跟康康差不多，他从未见过赵伯伯做无用功，除了在阿宝身上。只不过他们到底都是很崇拜赵恒的，所以赵恒让干啥就干啥。他们又来了，快关门呐！就在孩子们玩得开心的时候，忽然一支冷箭狠狠地朝着孩子们的方向射了过来。赵恒反应极快，一把剑就将那箭弩给挥开了。九毛见此，立即上前将那被挥开的剑给捡了起来。在他看清那剑上的标志时，他一脸诧异地朝着赵恒道：鼠子，是滇南王府啊！腊肉王爷要杀阿宝。江婷护在阿宝前面，眼神警惕地朝着四周看着。腊肉王爷为什么要打我们？是觉得我们要饭太多了吗？腊肉王爷为什么要派人用弓箭打我啊？我生气了。正好阿宝此时摸到了自己的泥巴丸，他摸出一把泥巴丸，朝着滇南王府驿馆的院子里就扔了进去，嘴里还在念念叨叨的：阿宝，我们打弹弓。赵恒不是小孩子，也不用打弹弓，他直接飞身到了驿馆里。很快院子里就传来了侍卫们的哭嚎声：阿宝没有泥巴丸了，大丫找人去你家拿，你家晒的泥巴丸多。我已经让13毛回去拿了，很快就到了。说到这里的时候，阿宝胖乎乎的一脚就又朝着滇南王府的驿馆大门上踹了过去。大太监赶来的时候已经是1刻钟以后了。江婷注意到了大太监的存在，他上前用脚踩住了唯一一颗落在附近的泥巴丸，然后才朝着大太监说道：公公，驿馆里有人要杀我们。大太监一听这话，脸上一喜：真的吗？下一秒一群娃都朝着他看了过来。大太监赶紧摸了摸自己的唇角：哎呀，有点喜形于色了，是不是？公公，你为何笑得这样开心？你也要害我吗？老奴没有。大太监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一个小石子已经被扔到了他的嘴里。小哥哥，你看，我现在进步可大了。江婷仍旧踩住了那个泥巴丸，脸上笑着点点头。阿宝啊，有人要杀你们呐！老药王已经在这时候赶到了，他手里还拽了一大布袋子泥巴丸。他一边喊着，一边给孩子们分泥巴丸。别怕。对了，大丫二丫，去你家拿泥巴丸的时候，你们爹知道了这事儿，已经提着刀赶过来了。药爷爷，真的是我爹吗？我爹真的来了吗？果然没一会儿，张将军人已经赶了过来。滇南王，你为何要害我儿子？总之等大太监回过神的时候，滇南王府的驿馆门口已经乱成一锅粥了。小太监有些胆怯地看向大太监：师傅，如今该怎么办呀？咱们尽快回宫禀报吧。大太监得意地笑：闹得越乱越好。走，回宫跟皇上说说去。滇南王还是出手了，真是大快人心呐！估计是滇南王也受不了那群娃娃每天来捣乱，到底是朝着他们动手了。真是有勇气呀。只不过一旦没有一剑杀死这赵阿宝，那等待滇南王的就是赵恒无穷无尽的报复了。哎呀，真是狗咬狗啊！痛快。这是大太监第一次这么开心的从驿站离开。大太监他们离开以后，
江婷装作弯腰整理靴子的样子，将脚底踩的那个泥巴丸给拿了起来，藏到了袖子里。她再次抬手的时候，隐约闻见了一股子淡淡的药草味道。所以，刚才阿宝他们打进去的那些泥巴丸，都是药丸吗？大丫，你们家晒的泥巴丸比阿宝晒的好一些，硬，打起来厉害。前面，梁康朝着大丫说道。听见梁康这话，江婷心里是有数了。果然，之前的应该就是药草丸。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，他又朝着四周看了去，试图寻找药爷爷的身影。结果看了一圈，还是没有看到，药爷爷也不见了。所以，应该是有人受伤了吗？梁掌柜，梁掌柜，你的铺子也着火了！一听自己的铺子着火了，梁康带着一群孩子们就跑了过去。张将军确认大丫二丫没事后，就帮忙去救火了。我要去找皇上，我要去宫门口找皇上。爹，你忘了爷爷说的话了吗？爷爷说你再跪，我们就不认你当爹了。你们都差点被害出事，爹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爹要去跪，不行，既然不能跪，那爹就去京兆府的门口跪。13，把张将军绑起来，送回张府。消失了半刻钟左右的赵恒赶了过来，朝着毛13说道。毛13手脚相当的利索，竟然真的压制住了张将军。这个毛13不过是阿宝的侍卫，可他竟然能这样轻而易举的压制住我，甚至给绑住。赵府的暗卫到底是多可怕的存在？大概是因为思考这个问题，所以张将军的脸色有些呆呆的。康康，我爹怎么像呆头鹅呀？张二丫，你给我再说一遍！二丫立即学起了阿宝，捂住了自己的耳朵，假装自己没有听见。待会儿送他们回府，我去趟宫里。主子，你要一个人进宫吗？先送他们回去，然后再来宫门口。宫里，大太监如实将驿站那边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皇上。皇上，此时正是滇南王和赵恒互相掐架，是个好事儿啊！立即派暗卫去驿站搜寻一下有没有什么线索。赵恒诡计多端，以防有诈。皇上，那支箭最开始指向的是赵阿宝，赵家有多在乎那个孩子，应当不会拿那个孩子做戏的。皇上，赵恒在宫外求见，让他等着吧。裴文帝压根没有要搭理赵恒的意思。宫门口，守门的几个侍卫仔细地盯着站在不远处的赵恒看。哎，这看着好像确实比张将军聪明一些哈。哎呦，你别说了，我现在听到张将军的名字就头疼。万一这位爷也天天来咋办？一直站在宫门口的赵恒忽然动了，众人只见他朝着宫门口的方向弯了弯腰，声音不小地说道：既然皇上不管，那就不要怪我自行处理此事了。说完，赵恒转身就走。哎，赵将军，你不等了吗？不等了，家里饭也该做好了，该回去吃饭了。感情您来这宫门口就是做个戏对吧？快去跟公公汇报，赵将军刚刚那眼神，我有点害怕。就在宫门口的侍卫去找大太监的时候，大太监正一瘸一拐地往宫门口的这个方向走了过来。哼，我这些天在驿站那边吃了这么多哑巴亏，不行，我必须要去看看这赵恒求人的模样。皇上可是说了不见，看赵恒那个狗东西又如何收场？可是半路就碰见了那宫门口的侍卫。当听完侍卫说的那些话的时候，什么？赵恒走了？啊，应当是回家吃饭去了。娘的，这赵家人都是饭桶吗？吃就知道吃。他有说下午来不来呀？应当是不能来了吧？他走的时候还朝我们说狠话了呢。其他人的狠话很可能就是嘴上过瘾，但是这赵恒的狠话估计是真的说狠话。不行，我得赶紧回去跟皇上说一说呀。大太监着急的道，脚步一瘸一拐的。你看看这公公也不好当啊。开门哇！你怎么上我们的摊子哇？你开门哇！主子，
外面这动静为何如此的大？老子只不过是想吓唬一下赵恒的闺女，压根儿都没起火。哎，吵死了！这个娃的嗓门怎么这么大呀？羊肉王爷，开门啊！还剩多少羊肉啊？一并都给他们吧。主子，真的还剩10斤了，都给他们吧。管家只得出门去送羊肉，可是很快，管家又回来了。主子，他们觉得10斤太少了。太少了？哎，赵恒这狗东西啊，到底生的什么闺女啊？跟他亲一样黑。这样，一人再送一只小马驹啊！本来就被赵恒给宰了一刀，结果现在又被赵恒的闺女宰，他上辈子肯定是挖了赵家的祖坟。于是，在莫西王骂骂咧咧的动静里，一个人得了一只小马驹。康康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康康点了点头。没错，要见好就收，贪得无厌会坏事儿的。小哥哥，为什么腊肉王爷不给咱们小马驹啊？莫西王府的管家正好出来打探这群娃娃走了没，恰巧听见了阿宝的话，他便隔着门喊道：赵小姐，滇南生产玉石，你们要什么马驹啊？需要玉石啊！我不是赵小姐，我是赵大姐。不行，赵恒这闺女瞧着有些不太聪明。玉石可值钱了。阿宝，我们再去腊肉王爷那里。阿宝摸了摸自己的小肚肚。可是康康，我饿了，爹爹什么时候回来给我做饭吃啊？阿宝正这样说着的时候，赵恒已经走到了附近。中午做疙瘩汤啊！哎呀，别在那儿愣着了，去那个院子里边玩。赵恒指了指滇南王府驿馆的位置，二丫好奇地朝着那个方向瞅了瞅，只见滇南王府驿馆的大门都被人给踹开了。孩子们，爷爷在这里烤肉呢。里面传来了老药王的声音。莫西王府的管家听见这动静，赶紧再三确认驿馆的门关好了，然后就快步朝着内院跑了去。他得赶紧去跟主子汇报了，滇南王府的驿馆被攻占了。作孽呀！这滇南王惹谁不好？赵恒，你别动我的白玉盘子！赵恒，看好你的娃！狗贼赵恒，我跟你势不两立！你小子体格还行啊，竟然能喊这么大的声音啊！我是气的，你刚刚没听见我的人说什么？说赵恒带着那群娃打进了我的库房，我这次来京城总共就带了那么点东西，全都被你们给扫荡干净了，我这叫垂死病中惊坐起啊！嘿嘿，到底还是年轻啊，人最重要的是活着，这钱财啊，那都是身外之物。我当钱财是身外之物，他赵恒当了吗？他就是个狗，不对，狗都不如。下一秒，一道拍门声就响了起来。不准你说我爹爹坏话！听见阿宝的动静，滇南王吓得一哆嗦。别怕，他就是一个小孩儿。你不准说我爹爹坏话！阿宝啊，这个叔叔并没有说你爹爹坏话，他说要给你一块玉石呢。你先去吃饭。爷爷，这是真的吗？给我多大的碗？比我爹爹给我的那块大吗？滇南王一听这话，都没放在心上。你爹给你的多大？我肯定不比你爹抠搜，绝对给你个大的，只要你老实点。你别说大话，你们滇南去年不是出了一块粉玉，有拳头那么大的，赵恒找人雕刻了一番，现在啊就在阿宝那里。啊？照阿宝跑步的速度，现在赵恒应该已经知道这事儿了，你自己看看该如何收场。哎呀，年轻人呐，还是年轻了，你有多少个心眼儿啊，非得惹他。今天为了救你，给你送药进来，他甚至还派暗卫在外面放冷箭，拿阿宝做诱饵。你等着吧，这次啊，不扒你一层皮，你是离不开京城了。单单是阿宝当诱饵，这就已经是最大的筹码了。我看你这次进京啊，
就是来破财了。娘的，破财呀！赵府吃过晚饭后，大概是闹了一天的缘故，孩子们都回去休息了。江婷带着沈正也回了院子。屋子里，沈正疑惑地朝着江婷问道：主子，咱们在京城的这些天就一直这样玩闹吗？不需要趁机跟赵将军学习一些东西吗？你最近觉得开心吗？哼，当然开心了，跟着13哥他们每天都过得很开心，吃的也很开心。开心就好了。而且赵伯伯要教的东西很多都是潜移默化的，所以他很喜欢现在的生活。小哥哥出来玩，别睡觉啦！大喜家的猪猪生小猪啦！小哥哥，大喜家的猪猪生了，胖胖什么时候生完？胖胖也很大了，胖胖啥时候生小猪啊？有没有可能胖胖是公的？啊，公的不能生。那你觉得赵伯伯能生吗？我姐姐可厉害啦，应该能生吧。跟着两人的13毛和沈正心里腹诽，希望赵将军不要听见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一群娃起来以后就先去看了小猪仔，这才跟着阿宝一起去了赵家吃早饭。吃完饭都回去收拾一下啊！今天上午呢，带你们去看刘夫子。姐姐，我们没空啊。你做什么能没空呢？大喜家的猪生小猪啦，我们要去照顾。大喜家的生仔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的？你们还打算给母猪坐月子吗？姐姐，什么是坐月子哇？我知道，我娘生2丫的时候就坐月子，可好了，什么都不用做，除了吃就是睡，吃的都特别好。阿宝一脸的羡慕，嘴里念叨着：我也想坐月子。我也想。赵恒捏了捏眉心，感觉气得都要喷火了。赶紧的，待会儿去刘夫子家里。赵恒扔下一句话就不管孩子们了。大丫还在嘚嘚地跟小伙伴说他娘当初坐月子的事情，这里面只有大丫有个弟弟，其他人都没有。要不然让我娘再给我生一个。老药王生怕梁康知道他亲爹已经没了的消息，便开口说道：你娘说了，只想要你一个，你也得尊重你娘的想法，不是？是的，姚爷爷，我娘说了，她怕自己教育不好，以后生多了孩子再争家产，所以就只要我一个。争家产？我爷爷说了，我和2丫以后一人一屋子书，说书中自有黄金屋。我不想要书，我想要猪，我只想要猪。等你干爹以后给你整个养猪场。2丫一脸的期待。我也要。姐姐，你让胖胖去生。赶紧吃饭。赵恒看了阿宝一眼，阿宝立即老实了。夫子，阿宝给你拜年了，祝你活到500岁。夫子，我给你拜年，有没有压岁钱哇？自然是有的，都准备好了，就在那桌子上，各自去拿吧，一人一摞。每个人都是一摞书。阿宝看了一眼，瞧见这样子，顿时皱眉道：哇，夫子，我头疼。刘夫子没有说话，只是盯着阿宝看。姐姐，我不认识字。阿宝，快看，夫子的邻居家有养狗，有个奶奶在养狗。听见2丫这话，阿宝一溜烟的就往外面跑了去。阿宝不喜欢读书，就跟山猪吃不了细糠一样。赵恒觉得这话无法反驳。刘夫子隔壁家一个老奶奶养了一只狗，狗的年纪也不小了，老奶奶很喜欢这只狗，嘴里一直念叨着：奶奶的好乖孙儿，奶奶的好乖孙儿，多吃点饭。奶奶，它不是一只狗吗？怎么是乖孙呢？因为我当他是一家人呐，他就是我的乖孙儿。大喜，我要当爹，我要认那个花花的猪仔当儿子。我也要，我要当奶奶。阿宝不想当娘，太年轻了，他要当奶奶。
大宝显然也有些蠢蠢欲动了。梁康和江婷对视了一眼，两人又默默地收回眼神，没有说话，真可怕呀。这天晚上，赵府，赵恒从外面回来，就看见王春娘一脸坏笑地看着自己。哎呀呀呀，这笑得这么瘆人，又憋什么坏水呢？王春娘指了指前厅的方向，说道：恭喜你啊，当尊祖父了。啊？奶奶给你盖被被。小哥哥，这个篮子是不是不够大哇？都盛不下小胖了。阿宝的声音从前厅传了过来。赵恒听见这话，脚步在门口停了下来。奶奶给你盖被被，这个赵阿宝又在过什么家家？等赵恒走进前厅的时候，就看见阿宝仔细地照顾一只猪。赵阿宝，你对你爹都没有这么好吧？阿宝被吓了一大跳，但是下一秒他就朝着赵恒道：姐姐，嘘嘘，你小声点，吓到我乖孙孙了。王春娘在外面大声地笑，赵恒的脸都绿了。娘亲娘亲，还有没有棉花哇？我要找我奶奶给我缝一个小被子。等等，娘亲，小胖喊我叫奶奶，那喊阿宝的奶奶叫什么哇？你让他喊他就能喊吗？啊，你让他说句话试试。姐姐，你是当老爷爷的人，你不能这样的。哎呦我，阿宝啊，你看这个大过年的啊，你爹我作为一个长辈，是不是应该给小辈儿一点压岁钱呢？是不是啊，我的曾孙儿？是啊是啊，肯定要有压岁钱的呀。啊，那你呢？让他喊我一声曾祖父，我就给他一个金锭，行不？姐姐，小胖不会说话呀，我替他给姐姐拜年吧。那不行，那不够有诚意呀，让他自己开口啊。小胖哪里会说话？姐姐骗人。哎呦，既然我的曾孙儿不会开口，那这个压岁钱也就没有办法给他了。等他以后会说话了再说吧。啊！二丫也抱着一个猪仔冲了进来。干爹，干爹，给你看看我儿子。你哥呢？嘿嘿，干爹，我哥觉得猪拉屎臭，他跟在后面呢。难得有个明白的。二丫呀，好好养着啊，等明年过年就能吃了。耀爷爷不能吃，我还得让他给我生孙子呢。阿宝都有孙子了。这群娃娃，我是一个也不想搭理了。阿宝，你的猪应该喊我的猪叫舅舅吧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该给孙孙喂水了。哎呀，我的娘嘞，是真离谱啊，真离谱啊！看见赵红那脸色，王春娘忍不住笑了起来。我实在是没想到，我赵恒这辈子还能给一只猪当曾祖父。哎呀，孩子们过家家嘛，这样也免得在外面闹，不是？哼，我这是上辈子做了孽了。王春娘憋笑。大太监赶来的时候，天色已经黑了。大太监一进赵府，就看见了脸色有些不悦的赵恒。哎呀，赵将军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在这里和什么呀？和面吗？给我曾孙做饭呢。啥？这个赵恒咋不说人话，净说些人听不懂的？爷爷，给小胖的饭饭好了没？赵恒嗯了一声，起身带着那个小盆朝着前厅走了去。谢谢姐姐给小胖做饭。乖孙孙，吃饭了，奶奶喂你吃饭。真是有意思，赵恒的闺女竟然这么离谱。师傅，咱们还有正事儿呢。北周王，皇上有旨，宣您进宫，边南王他们已经在等着了。江婷听见进宫这事儿，就开始抹眼泪。赵将军，皇上也请您进宫。赵恒想了想，并没有推脱，反而痛快地答应了。见赵恒答应了，江婷立即擦了擦眼泪。哼，太能装了，这一大一小。
公公，是去宫里吃席吗？去看书去。一听赵恒这话，阿宝头也不回地跑了。皇上，我带了那么多羊肉，赵恒是一点没给我剩，还天天让他闺女来闹腾，这谁不心烦呢？皇上，你先别管这个大老粗，你看看我，赵恒派人给我的侍卫们下毒，他们拉肚子都拉了1天1夜了，人都要虚脱了。赵恒还坑我东西，还打劫我的玉石，我不管。皇上，你今天必须要给我们个说法。皇上，这驿站我们是一时也待不下去了，给我们换个地方吧啊！滇南王情绪激动，刚要说什么，人忽然朝着地上倒了下去。太医呢？半刻钟后，太医朝着裴文帝摇摇头。滇南王身体过于虚了，恐怕时日无多了。皇上，许臣们回去吧，再跟赵恒斗下去，我们怕命都没了。裴文帝听见这话，良久没有说话。皇上，北周王到了。听见江亭来了，莫西王赶紧说道：小子，我们现在就走，你走不走？我要过完元宵节再走。你怎么如此没有骨气啊？你还不赶紧离开赵家？你可是堂堂的北周王。在我赵家如何没了骨气了？莫西王不妨给我解释一下。一看见赵恒进来了，莫西王立即朝着一个柱子后面躲了去，一边骂骂咧咧地朝着赵恒说话。哼，一个大男人如此扭捏，我看是你没有骨气。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裴文帝给了大太监一个眼色。北周王，你看各位王爷如果回去了，你也不能在京城待着了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就要在赵府。皇上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滇南王派人刺杀我女儿，我没有把她天灵盖掀开，已经是饶她一命了。况且她也活不过今年了，我就不脏了自己的手了。皇上，臣想回家。皇上，我不想回家。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滇南王的事情，裴文帝最后还是松了口。皇上，就这么放北周王住在赵家吗？不着急，他还小，有的是时间感受生离死别。赵恒带着江亭回到杏花街街口的时候，阿宝眼尖的看见了赵恒的身影，他立即大声的喊了起来：姐姐姐姐，你终于回来啦！你快点给我乖孙孙拜虎虎。赵恒脚趾头都要抠地了。这天，赵恒给猪做饭，并且有个猪曾孙的消息传遍了整个京城，以至于第二天一大早的，赵恒去买猪肉的时候，猪肉摊的老板都笑道：少爷，你们家以后还能吃猪肉吗？我真是谢谢了。哎呦，是阿宝娘吧？阿宝说你们家有头很大的公猪，我们家呀正好有个母猪想下猪崽儿，能不能找你们家的公猪做种猪啊？这胖胖已经要迎来这样的宿命了吗？王春娘觉得毕竟是阿宝的猪，还得问问阿宝。可是当种猪这种事儿，王春娘还在想要如何跟孩子们说。阿宝啊，这个奶奶呢，她想问问你，他们家有个母猪想要跟胖胖成亲，所以娘亲来问问你，你同意吗？阿宝一听这话，仰着头朝着王春娘问道：娘亲，那胖胖开心吗？胖胖愿意吗？这胖胖也不会说话呀，这要咋问嘛？就在王春娘头疼的时候，赵恒拎着猪肉回来了。姐姐，中午做红烧肉吗？大小姐虽然养了猪孙子，但是猪肉好像还是照吃不误。阿宝啊，这个奶奶呢想让胖胖成亲去当爹，你同意吗？姐姐，你得问胖胖愿不愿意啊。行，那爹在这儿等着啊，你去问问胖胖愿不愿意。阿宝把小猪仔递给了赵恒，然后就噔噔噔的朝着后院跑了去。哎呦，你们家可真好嘞，竟然让一个孩子做主。婶子，这猪是阿宝的，总得问问他嘛。姐姐，胖胖愿意。
胖胖要看看那个猪。阿宝又噔噔噔地跑了回来，九毛要憋不住了。主子不仅要养曾孙，还要给猪安排相亲。如果成了的话，除了该给的钱，再送你们2头猪仔吧。赵恒刚要阻止，一琼娃已经开始蹦跶了起来。干爹，养猪场！哎呦我的妈呀，做孽呀！怎么这么快就到养猪场了？一时之间呢，他竟然分不清到底谁是猪了。家里有，猪场里也有，生生不息。这样吧，既然你们这么喜欢猪，是吧？看来以后这个猪肉呢也是吃不得了。今天这些呢，我去送人吧。干爹，康康又收了一些萝卜干，我们炒着吃肯定香。香。大小姐，那是猪肉啊，你可是要养猪的。13毛，你太笨了，那不是胖胖的肉，也不是小胖的肉，能吃的。我要吃红烧肉、炸肉肉丸。我吃屎吧你！赵恒抬脚就进了府里。乖孙孙，我爹骂人，不听。爹爹，等等我！爹爹，我还想吃烤肉。哪有你这么嘴馋的奶奶呀？你看看人家大宝的奶奶，哪次不是那么勤快给你们做饼吃啊？还有大喜奶奶呢，那你们一去，她就忙活炸丸子。你再看看你，就跟你爹要吃的。你这是给你的乖孙儿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吗？你问他。阿宝站在原地想了想，好一会儿，他这才想到了。我知道了，爹爹，那个狗狗不能觉得家里吃的不好，小孩不能觉得娘亲不好看，所以乖孙孙也不能觉得我不好，是我养大他的。赵阿宝，我请你看清楚了，你这只猪是你爹我喂的，你自己养了猪，你却不喂，这跟生了孩子却不养是一个道理，知不知道？爹爹，我听不懂。哎呀，就一句话，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奶奶。爹爹，我负责的，我娘亲说了，不能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的，我是个好奶奶的。哎呀，你要是读书的时候能这样，你爹我做梦都能笑醒。给胖胖安排相亲这个事儿，到底还是提上了日程。在一个天气极好的日子里，胖胖完成了他的使命。大年初6这天晚上深夜，赵恒带着九毛悄无声息地落在了莫西王的驿馆里。赵恒推门进来的时候，莫西王和滇南王已经等着了。他将一盒药递给了滇南王。赵公，此次一别，明年再见了。你的恩情我会记得的。你这辈子就在京城了，啥时候去我们莫西？我家婆娘一直念叨你家母老虎呢。我这次回去得好好收拾一下家里的烂摊子。明年见吧，兄弟们。哎，对了，赵恒，我听说你喜欢养猪啊，我们莫西品种不错，你让货站的人去联系啊。滚！皇上阴晴不定，所以我都不敢让我家那口子来。说实话，我感觉我们这些人以后10有8九会有仗打，我得多囤点武器。不过就是你收钱太贵，黑心玩意。没办法呀，家里有孩子要养。你说你们都有女儿，谁想把她养成大老粗啊？如果朝廷找你们麻烦发疯就行，保命为大，别命没了还得我给你们上坟。天色晚了，散了吧，明年见。大年初7跟往年不一样，这些有封地的王爷们提前出发回去了。这些人离开以后，阿宝也不用出门走亲戚了，就开始全天沉浸式的养猪生活。爹爹，胖胖什么时候生小猪啊？胖胖啊是公的啥时候生崽呢也不用你管，到时候人家就来给你送猪崽了。阿宝的眼睛亮亮的。哎呀，来，我问问你，过了元宵节你就要开学了，你的猪咋办呢？你总不能带着猪去书院吧？对哇，要是上学了，谁来看我的乖孙孙呢？阿宝想着想着，视线就落在了赵恒的身上。你这是什么眼神啊？难不成还想让你爹我给你养猪啊？
你爹我还得出门赚钱，我可没工夫给你养猪啊。爹爹，那我能给我姥爷养吗？我姥爷养的鱼可胖了。这个事儿你得去问你姥爷，反正不给我养就行。结果下午的时候，老郑国公就来找赵恒了。阿恒啊，后院那边有块空地，我想先圈起来给阿宝养小猪，但是也只限于小时候，长大了还得建个猪圈。你说咱们是不是得提前规划好地方？哎呦爹呀，地方你就看着选吧，毕竟你可是这个猪崽的曾曾祖父啊，是不是？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。爹，办猪食的事儿，您看看您是不是也得尽快的学习一下？这可不行，阿宝说了，老爷管养猪，猪的饭还得他爹来。赵阿宝，好事想不到你爹办猪食就忘不了了是吧？初七以后，朝廷开始恢复上朝了，只不过对杏花街上的这几家来说没有任何的影响。皇上，他们也太闲了，总得给他们找点活干吧。大太监腿还是一瘸一拐的，他实在是忍受不了杏花街这群人逍遥。倒是有人上折子，想要请张老头回来上朝，这事儿后边再说。倒是赵恒这个人，朕需要想想。因着那书院的缘故，赵恒的名声很是不错，朕此时给他一官半职，倒是也体现了朕的大度。只是该给他个什么职位比较好呢？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最难办的差事。皇上，不如让他去调酒院，那里的事儿全都是民官纠纷，经常会因为没办法解决事情而挨打。那里算是整个京城最晦气的地方了。说是让赵恒去做这个调酒院的主使，肯定不错，足够膈应他1年了。大概是大太监这主意很是不错。当天傍晚，这圣旨就传到了赵府。老药王和郑国公在听见这消息的时候，两个老头的脸色都很是不好。老岳头啊，我上次来京城还听说有个调酒院的主使被人暗杀了，是有这回事吧？确有此事。调酒院自从成立以来，少有几个主使能善终的。毕竟有些事儿牵扯到了朝廷的暗处，总有人卖官鬻爵，或者牵扯到一些皇亲国戚，根本不好办。这让阿恒去，这可怎么行呢？我知道他是不怕得罪人的，但是即便完成了，也是皇上获益。他会接的，此事并非是皇上获益，获益的是百姓啊！百姓们面对强权毫无反手之力，调酒院的初衷就是为百姓说话。或许调酒院会在阿恒的手里壮大。老药王没再说话了，但总归是有些担心的。他的乖孙们可不能没有爹呀。皇上让我明日上任，可我这听说调酒院没什么钱呢，总要拨些银子重新修整一下吧。都有的，都有的。赵大人明日去了就见到了，都已经准备好了。皇上拨了5000两。行，那明天我会准时去的。阿宝背着猪仔回来的时候，正巧看见大太监往外走。大太监一看见阿宝，立即捂住了自己的脸。公公，是你哇？你又来我家啦？公公，你有没有带烤鸭来哇？大太监假装没有听见。阿宝，公公这叫掩耳盗铃，你经常这样，上次张爷爷还说你来着。阿宝也不管，背着自己的猪仔就凑到了大太监的身边。公公，你看哇，这是我的猪仔，是不是很好看？你有没有什么东西能送给他哇？你干脆开口跟我要银子得了。不过想到赵恒明日就要去调酒院受罪了，他立即站直了身体，从自己的怀里掏出了几个金瓜子，递给了阿宝。只不过阿宝得了金瓜子以后，后面又凑上来了梁康。大太监一看，娘的，梁康后面还有几个娃呢。等他给完最后一个娃的时候，他的口袋里
已经就只剩下3瓜俩枣了。罢了，反正明日赵恒就要完蛋了。大太监走了以后，康康，你说我刚才再说几句拜年的话，公公是不是会给我更多金瓜子哇？应当不会吧。江婷从后面走了过来，将自己得的几个金瓜子全都放到了阿宝的大口袋里。谢谢小哥哥。耀爷爷，你手里抱着的什么呀？今晚又要吃好吃的吗？二丫眼尖的看见了老药王，好像在准备什么东西。老药王点头。王春娘在这时候从前厅走了出来，她笑着朝着孩子们喊道：孩子们，咱们当家的明天要去当官了，今晚吃烤肉哈！你们先去玩，待会儿回来吃饭。姐姐，当官的话有没有人送小猪啊？滚！大丫没有养猪，二丫养了。二丫抱着猪从张府里跑出来的时候，你们俩跑什么呀？都饭点了，赶紧回来等吃饭。我们不吃了，我儿子的舅舅的曾爷爷要做好吃的，我们不在家吃了。张将军听了这话，一脸怀疑人生的朝着旁边的张夫人问道：孩子说啥呀？你自己的儿子自己领会吧。张夫人拿着账本就要去书房。娘的，一个个都要反了是吧？干爹，你明天一个人去害怕不害怕？我们跟你一起吧，我们去保护你。我平时怎么跟你们说的？我知道，爹爹说我们是小孩，没办法帮别人，若是有人找我们帮忙，我们就得回家找大人。不错。阿宝啊，你孙子是不是饿了？我怎么听见猪叫了呢？啊，真的吗？我要去看看我的乖孙孙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赵恒也真的要出发了。赵恒出发的时候，一大家子都在门口欢送他。姐姐，当官加油啊！帮我抓小猪猪。赵恒笑了笑，带着九毛离开了。赵恒一离开，老药王就担心的道：哎呀，咋办呢？总感觉这地方吃人呢。哎呦，爹爹，你得想想，等他去了，是人吃他还是他吃人？这话说的好像也没有什么毛病。调酒院，赵恒来的时候，一个人已经等在旁边了。主子，师爷许久不见，好像胖了一点。不错，来人正是许久不见的师爷。师爷起初在赵府当管家，后来等九毛跟在赵恒身边差不多能上手的时候，赵恒就让师爷离开了赵府，没想到竟是在这里等着了。调酒院呢，目前存案较多，且大多没有处理，所以百姓们对调剂员也并不是怎么信任，这新案子呢就比较少。你先整理一下新案子啊，我去处理旧的。师爷点头，做了好些年师爷，这些事儿差不多的路子他很清楚怎么做。赵恒要接手调酒院那些难缠的旧案，他没有想到那些案子都是调酒院副使张正给送来的。在看见张正这人的时候，就连赵恒都忍不住皱起了眉头。张正瞧着年纪不大，应当不到30岁，但是已经瘸了一条腿，面色也苍老得很。哎，倘若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是太元年间的榜眼。大人竟然认得我。带他去找阿宝。带这个张副使去找大小姐，给大小姐喂猪吗？跟着去瞧瞧吧。啊，我先看一下长生观这个案子。赵恒从一堆本子中间抽出了一个叫长生观的。一听长生观这3个字，张正忍不住哆嗦了一下。这张副使的腿，难不成就是被长生观那边的人打断的？赵府，阿宝他们正带着一群猪在街上遛猪呢，就看见九毛带着一个瘸腿的叔叔回来了。大小姐，这是张大人，张大人的腿出了些问题，主子让我……九毛朝着阿宝话还没有说完，然后就朝着赵府里大声地喊了一句：爷爷，爷爷！老药王听见这么大的动静，还以为是出了什么事儿呢。
他急匆匆地跑了出来。爷爷，这个叔叔腿受伤了，你给他看看。今天既然是我上任第1天，总得见点血才好啊，是吧？赵大人，我可是皇上的乳母，你今日竟然敢如此恐吓我！作为一个官员，连审问都不审，竟然就这样动手，简直是离谱！吩咐下去，将常老伯带出来写诉状，将苏氏关押。苏氏一听这话，情绪倒是比刚才好多了，毕竟之前的每一次都是这样过来的，假装关他2天，后面就会偷偷的放出来。常老伯抬眼看了看坐在上面的赵恒，这位大人瞧着眼神很是坚定，应当不像之前那几位那么糟糕吧？赵府，别碰着磕着就行，半个月来换一次药，半年差不多就好了。老人家，他如今没什么积蓄，这样的恩情怕是没有办法还清的。叔叔，你肯定是个好官吧？张正抬眼就看见一个胖墩墩看着自己。你肯定是个好官，我爹爹才让你来找我爷爷的。我娘亲说了，好人会有好报的。好官。张正呢喃了一句，这是他这么久以来第一次听见有人正面的肯定他的正义。他以前听过的大多都是，你这个人如此死脑袋，活该赚不了钱。你人还有什么用啊？还不是被打断了腿？你真是愚蠢至极。九毛说你叫张正，想必你爹娘也想让你成为正义的人。好人呐，会有好运的。正义叔叔，这个给你吃，可好吃啦！叔叔，我也有。梁康他们也凑了上来。张正看着这一堆肉饼，很是不知所措，人都呆住了。收下吧，都是孩子们的心意，我让他们送你回去。正义叔叔，我爹爹是不是也很厉害？张正想了想，不知该如何回答，因为他还不了解赵恒这个人。我爹爹最厉害了。调纠院，苏轼被带到地牢里以后，就发现了事情的不对。他之前住的地牢条件都极好，毕竟只是为了走个过场，可是现在这肮脏的地牢简直是可怕。就在他想要喊人的时候，九毛带着一篮子菜叶子走了进来，还有一个很大的蒜臼。苏轼，给你个活，做猪食会不会？做猪食？你们竟敢让我做猪食？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？还能是谁啊？不就是个老泼妇吗？麻溜的，搞得细点，猪还小啊，干完才有饭吃。哼，想让我干活，门都没有。你不过是个乳娘，还以为自己是皇上的亲娘了。老实做猪食，做不好我就放蛇咬你。那小巧的笼子里放着的正是一条蛇。苏轼惊得大声地喊了起来。别喊了，有那功夫还不如早点做猪食呢，耽误我们家猪吃饭，我可不给你好果子吃。大概是被蛇吓的，苏轼做猪食做得极快极好，中午的时候他就被带了出来。快把我放了，我都把银子给这个贱民了，快把我放了，快把我放了。阿婷进来了吗？九毛点头。斩了吧。斩了谁？大人，朝廷有规定，除非穷凶极恶，否则不能立即斩首啊。况且这位苏轼是皇上的乳母。这不是穷凶极恶，倘若今天这位常老伯是你爹呢？哼，调纠院设立之初的目的就是为百姓说话，以后不要让我再提醒第二遍。小官员立即闭嘴了。这位是真的不好惹呀。拖出去斩了。赵恒说完起身就要走了。送常老伯回去。然后赵恒就朝着孩子们走了过去。九毛把猪食给你们了吧？爹爹真好，当官也忘不了我的乖孙孙。阿婷啊，你过来。知道我为何把他砍头了吗？是因为他势力小吗？他只是皇上的乳母，身后没有世家大族，
杀了他，可以警醒一下那些人，这只是一个开始。第二个是谁，那就不好说了。所以，在这些该死之人里，选了他做第一个。那个长生观，也是劳民伤财之事。日后你记住，看事情要看全面，这些事儿从最大利益出发，切记你在为谁办事儿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便是如此。常老伯被九毛送出门的时候，他听见调酒院里有孩子们的声音，他回头看了过去，就见几个娃带着几只小猪在里面玩耍。这个大人还养猪吗？常伯，你别问了，就当没看见这些猪吧。常伯显然误会了九毛的话，瞧着是个好官呀，只是不知为何过得这样清苦。毕竟他从未听说京城里哪个大人能养猪的。小伙子，养猪也不丢人的。孩子们在院子里玩，赵恒就在翻看册子。主子，可是需要找什么案子吗？我在看哪个人会做猪食，就先请他来一趟。强抢民女的这位吧，虽为翰林院大学士，但是出身乡野，做猪食肯定是一把好手。赵恒点头，他也是这么想的。不过主子，这魏学士的老丈人可是著名的言官白大人，我怕他们会巧言令色。无妨，要的就是一个言官，不是言官我还不要呢。通知下去吧，带魏学士过来。赵恒长舒了一口气，晚上的猪食也有着落了。魏学士被带过来的时候，不少人都以为抓错人了，因为这位魏学士实在是太儒雅了。谁准你这么大声对我爹爹说话的？赵大人，都是审问结束，可否放我归家？傍晚我还需要为我的岳母去抓药。抓药？哼，那就看你的速度了。速度？九毛立即搬来了2筐子菜叶子。魏礼，你明理却无耻，你一日不招，就在牢里边做猪食吧。等你什么时候想通了，咱们再说啊。哎呀，真好啊，一茬接一茬的，哼，既能为老百姓办事，还能给阿宝做猪食，一举两得，不错。那个九毛啊，多放几条蛇啊，陪咱们魏大学士做个伴。属下会照顾好魏学士的，就跟他当初照顾自己学生的妹妹一样。赵恒，你放肆！谁准你这么大声对我爹爹说话的？你还吓到了我的乖孙孙！阿宝的一颗泥巴丸就朝着魏学士的嘴里扔了过去，只不过这次扔偏了，打到了魏学士的眼睛。哎呦，那魏学士人模狗样的，做猪食肯定很优秀，是不是？阿宝，你快过来，别打扰魏大学士做猪食。主子，魏学士的弟弟在京城开了家书坊，听闻暗地里也做拉皮条的生意，要不要把他也抓来？目前猪的数量不多，就先让魏学士做吧。啊，魏学士处理了，再让他弟弟做。你开学之前的猪食差不多都有着落了。刚好一瘸一拐走进来的张正蒙圈了。我就离开了1天不到，赵大人竟然已经开始处理第2个人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常伯狗狗祟祟地抱着2只猪仔，朝着守门的暗卫道：两位大人，劳烦将这2只猪仔送给赵大人。老伯，我们主子身为调酒院主使，为民办事是应该的，您快些带着猪回去吧。小伙子，你们不要觉得养猪丢人，赵大人日子如此清贫，我其他忙也帮不上，就送2只猪仔而已嘛。常伯以为他们是不好意思，干脆弯腰将2只猪仔放了进去。2只猪仔跑得飞快，大概是闻见了同类的味道，2只猪仔溜溜的就朝着阿宝他们这个方向跑了过来。哇，13毛，快看，有小猪！主子，那位常伯似乎担心您揭不开锅，特意送来了2只猪仔过来。哇，爹爹太厉害了！爹爹当官真的有人送小猪。爹爹，你怎么不笑啊？你不开心吗？赵恒看向暗卫，常伯已经走了。
两个暗卫点头。常伯从后门这里绕出来，刚没走多远，人就被叫住了。常伯，你出来了！哎呦，是你呀，小伙子。是啊，我出来了。赵大人给我做主了呢，那老钱婆直接被斩首了。听见这话，王护一脸的诧异。小伙子，我的事儿都解决了，我得回家了。不过，看在咱们俩当初一起跪在门口的份上，老头子给你提个醒，若你的事儿解决了，一定要给赵大人送猪仔，他日子清贫，我只能给他送这个了。虽说我确实是被调酒院给喊过来的，可姓魏的关系不小，赵大人真的能将他给扳倒吗？若是能扳倒，就是送10只小猪仔，我也乐意。不行，我得赶紧去调酒院看看。草民王护，求见赵大人。一个胖乎乎的小脑袋忽然从门槛后面探了出来。叔叔，你也是来给爹爹送小猪的吗？阿宝，你忘了，你这样问，干爹知道了会不高兴的。为什么哇？我已经养了1只小胖了，又来了2只小猪。这位公子，赵大人已经在里面等着了，你随我进来吧。王护起身，也就云里雾里的跟着江婷走了进去。王护是吧？魏离已经被抓了起来，正在地牢里呢。你随我过来写状子吧。大人，敢问，你们真的将魏离给抓起来了？之前几位大人都是假装抓了起来，在我走后又给放了出来。带他去地牢看看吧，顺便带一些猪食回来啊。阿宝的猪崽儿估计也饿了。此时的王护压根不知道，他即将看到如何炸裂的一幕。王护已经认不出那披头散发的竟是之前的魏大学士了。魏学士之前从来都是干干净净、儒雅风趣，怎会有这样潦草的一面呢？王护，你来了，我给你1万两银子，你求他们放我出去，我们和解。和解？你侮辱了我妹妹，怕事情泄露又杀了她，你让我如何和解？杀人是要偿命的。放我出去！有蛇！王护说的没错，杀人是要偿命的，死之前先多做点猪食吧啊！你别喊了，待会儿你弟弟也会来跟你作伴的，已经派人去抓他了，到时候你们俩一起做猪食。家里又多了2只小猪，忙不过来了，只能喊你弟弟来帮忙了。王护在一旁听得一愣一愣的。看完了，走吧，今日天黑之前肯定就有结果了。毕竟是我家主子第1天来调酒院，总得开张几次才说得过去。王护说不出话来了，一股子激动堆积在胸口。王护，有件事我得叮嘱你，倘若今日之事解决，你切记不要往这里送猪了，这都是分内之事，千万别做这些。王护内心实在是太激动了，一想到妹妹的大仇就要报了，所以他压根没有听见9毛的话。叔叔，你忙完了吗？忙完了的话，能不能帮我们看一下猪猪啊？我饿了，想吃会儿东西。王护忙不迭地点头，他刚刚也听说了，这胖墩墩是赵大人的闺女。当然可以。然后一群娃就将猪仔都交给了他。王护也是在乡野长大的，他便赶着猪在院子里遛弯。阿宝几个人就赶紧坐在了石桌旁边，开始干饭。王叔叔，你看完猪猪也来吃哇？我娘亲也姓王。阿宝，娘怎么听着有人在说我呀？娘亲！王护觉得自己今天已经魔幻了，他竟然亲眼看见了封将军夫妻俩。王叔叔，你快看，这就是我娘亲，我娘亲也姓王。王护赶紧行礼。王川娘笑，摆摆手，将手里拎着的2个食盒递给了9毛。1天没回去，给你们带了些吃食。张大人，你的腿上上了药，现在感觉如何？回国公爷，属下觉得腿很好。我没想到调酒院有这样一天。王护在一边也是感触极深。王护，此事解决以后，
你有何打算？我和妹妹从小父母双亡，妹妹又枉死，我想回老家，终此一生。有没有想过留在这里啊？我听九毛他们说你写状子极好，不若留在调酒院做个小官。调酒院需要你和张大人这样的人，你不必有压力，我只是提议。夫人，时候到了。阿婷，伯母，带阿宝他们去里面玩，我有些事儿要处理一下，小孩子们最好别看。江婷、大宝和康康立即拉着阿宝、大丫、二丫、大喜他们去后院玩。我要去收拾一下魏学士兄弟俩了，你们俩若是想看也跟着来，只不过别晚上吓得睡不着。赵恒看见王春娘来了，他将握着的鞭子递了出去。哎呀，我不想让你再沾血的。你我夫妻一体，疯就要一起疯才好。王春娘笑，下一秒那鞭子便狠狠地落在了魏学士兄弟俩的身上。兄弟俩爆发出的尖叫声将周围围观的百姓们都给吓了一大跳。这是鞭刑，由我亲自来，一共72鞭，祝二位好运，能死得痛快些。赵恒，你竟敢杀我！我乃朝廷命官，我是朝廷命官，你哪来的权利？魏学士仍旧在大声地喊着，至于他弟弟已经吓尿了。主子，要不然用猪头铡给他们俩先把胳膊剁下来。那太痛快了，我亲自来。王春娘说完也不搭理这魏家兄弟俩，她挥舞着鞭子一道一道的没有疲惫，就这样活生生的将两人给打断了气。收拾了挂城墙上吧，再有犯者等同于此。我去换身衣服，你待会儿忙完了带孩子们回家。谁送来的？王护？是，属下昨日曾经叮嘱过他，不让他送猪了，他为何还来送啊？主子，这乍然多了10只猪仔，咱这猪食一时半会儿也跟不上趟啊。王护不是会做吗？让他先帮着。主子，王护送猪的时候说了，他得先去老家回他妹妹的坟前，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妹妹。哎呀，这一来一回的，估计得出了元宵节了。主子，咱能不能先抓一个人来做猪食啊？我今天听了师爷说，有个工部侍郎吴昕，去年疏通泾河的时候收受了当地官员的1箱黄金呢。官员反向压榨老百姓，被人给告到了调酒院。这案子在册子上其实是属于很小的案件，但师爷说，这吴昕年少时是靠着家中养猪才得以求学的。所以主子，这吴昕的养猪技术肯定不赖，做猪食肯定在行啊。吴昕此人，我倒是有些印象。吴昕的夫人应当就是白大人的次女。行了，都是一窝的，去把他抓了过来，先把这10只猪都给伺候好了。九毛立即派人去办。这白大人真会挑女婿啊！大女婿魏学士会做猪食，这二女婿吴昕也会做猪食，看来不会做猪食还进不了白家大门了。赵恒捏了捏眉心，瞅着这10只猪，他有些头疼，怎么感觉这调酒院已经要成了猪圈了？张正他亲眼看见了赵恒的无助，于是亲自接过了做猪食的任务，准备喂猪。呀，待会儿自然有人来做，饿不着这些小畜生的，进来看案子。白家，老爷，这个赵恒是不是盯上咱们白家了呀？你以前是不是在哪里得罪过他啊？他得罪过赵恒？他哪儿得罪过赵恒啊？老爷，你肯定是徐长喷人的时候伤过他，要不然他不会先拿咱们白家开刀啊。这老夫妻俩在相互指责的时候，压根就没有想过白家如今的好日子是建立在多少鲜血之上。白家人得罪的从来都不是赵恒，而是那些无法发声、无力发声的普通百姓们。不管白家如何的闹腾，调酒院的人很是强势，直接将吴昕给带回了调酒院的地牢里。毕竟菜叶子都准备好了，只是跟前几位做猪食的人不一样，
这位吴兴吴大人一到了地牢里就开始疯狂地做猪食，根本不用九毛威胁，就已经自己忙活了起来，甚至还主动跟九毛要材料。大人，这猪食里面最好加点骨粉，我们家如今养猪就这样，养出来的猪呢胖得很。吴兴朝着九毛说道，一脸的淳朴，完全看不出一丝不对来。你贪了那么多东西，竟然还在家里养猪？大人，我冤枉啊！我就贪了那1箱的金子，就那1箱啊！我现在还存在钱庄里呢，一直存着，从来都没动过。一听九毛这样说，吴兴立即炸开了锅。你们不信，你们去查查就知道了。我这就去找大人汇报一下。赵恒听了九毛的话，抬眼问道：很会做猪食？是啊，主子特别能做，也特别会做，我觉得是个人才。咱们可以先不审他，就让他在地牢里好吃好喝的做猪食。不错，去办吧。一旁的张正都看傻眼了。为啥听起来有点损呢？正义叔叔，我爷爷让我带给你的。爷爷说1天2顿不能落下。张正朝着阿宝道谢，阿宝摆摆手，赶紧去看他的新猪了。13毛说又来了10只新的小猪仔。主子，既然猪食这边已经有了着落，那我们就开始彻查白大人的事吧。白大人除了收魏毅那书房的黑心钱，好像还涉及到一些扰乱科举的事儿。唉，可不能寒了读书人的心呢。不错呀，这些时日你也跟着盯一下白家那边的进展。白大人许多年前曾在骊山书院当过夫子，那时候教过不少学生，都已经进入官场，关系也是盘根错节。我觉着是时候给这猪头铡好好开开光了。听见猪头铡这3个字，张正不敢问，但是心里总是忍不住的想，这猪头铡是不是有些随意呀？师爷仿佛看出了张正的想法。猪头铡也好，狗头铡也罢，能铡恶人才是关键，不必太拘泥于世俗。好一会儿，他竟朝着师爷行了个礼。受教了。调酒院的院子里，阿宝坐在一堆猪仔中间，他一脸认真地朝着江婷道：小哥哥，等你回北周的时候，我把这只猪仔送给你吧，它看起来最能吃。好。江婷也不反对，毕竟这些日子连他都习惯了养猪。开饭啦，开饭啦！阿宝的嗓门又大，赵恒在屋子里都听见了。一想到如今满院子的猪，赵恒竟然少见地叹了一口气。主子，不妨将刘夫子请来，反正他一个老头在家里应该也挺无聊的，还不如来看孩子呢。为何不找张夫子啊？张夫子有个笨儿子需要管呢，忙不开的。屋子外面，完了，干爹要给我们找刘夫子了。哇，不是说元宵节以后才去书院上课吗？怎么现在就要开始了？我刚才听到了，干爹嫌弃咱们太吵，还养了一堆猪，咱们一定要小声点，万一真的把刘夫子弄来了，那就不好了。江婷瞅了瞅阿宝，阿宝就差把耳朵竖起来了。看样子还是不想上课。咱们别在院子里了吧，咱们还是得去外面，免得影响干爹他们做事儿。要是干爹生气了，再把刘夫子请来，咱们就倒霉了。于是乎啊，一群娃就带着猪浩浩荡荡的在调酒院的门口玩了起来。常伯这日是故意要来这里看看的，他那日送了2只小猪仔，回到家以后，家里人知道赵大人帮忙做了这样大的事儿，都觉得送了2只小猪仔实在是有些少了，所以这一日他又被家里的老婆子催着来送东西。你是常爷爷吧？诶，娃娃，你认得我？这是常爷爷给的猪仔。是，我们家的猪仔。你们怎么都在外边玩啊？万一有坏人来怎么办？常爷爷，我们不能回去，要是回去就会太吵，猪也吵。我们要是回去了被爹爹看到，肯定会被说的。猪吵？哎呀，其实你们没必要天天抱着，这现在他们还小，要是再大一点，你们就抱不动了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们整一个猪圈，
以后猪放在里边养就行了。要是将这些猪都给圈养起来的话，那么他们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抱着小猪玩了。阿宝，你们得好好想想了，是要养猪还是要听刘夫子讲课？如果咱们将猪给养起来的话，咱们就不会吵吵了，干爹肯定不会找刘夫子了。我很喜欢自己的乖孙孙，可是我也是真的不想听刘夫子讲课哇。最终还是阿宝先将自己的乖孙孙给放到了地上。常爷爷，我们把猪圈收拾得干净一些吧，让小猪们住着舒服。自然，这可是衙门，衙门能让咱们盖猪圈，已经是很好的事了。九毛听见动静赶出来的时候，常伯已经开始忙活猪圈的事儿了。九毛起初还有些怔愣，在听见他们要盖猪圈的时候，九毛很是赞同的道：行，我这就帮忙找木头。在九毛他们建猪圈忙活的不行的时候，地牢里吴昕一遍遍地问着暗卫：大人呐，我今天都做了3桶猪食了，为何还不放我出去啊？还没轮到你呢。还没轮到我，那轮到谁了？我可奉告。其实暗卫的心里已经在憋笑了。让你贪钱，现在好了，在这里做猪食吧。为了换取自己尽快出去，所以他还是在努力的做猪食，力争让赵恒看见自己的心意。这天下午的时候，干净且宽敞的猪圈建好了，就建在调酒院的后院里。这些猪一放进去，九毛就拎了猪食过来。常伯今天又送了2只，这猪圈里的猪已经有些多了。常伯，请不必再送猪了啊！你看这些猪已经很多了，你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可以了。哎呀，你们不必不好意思，赵大人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等我们家老母猪下次生猪，我再给你们送啊！九毛崩溃呀！常伯临走的时候交代孩子们：哎呀，这猪圈很结实的，不过你们得勤快的打扫卫生啊，这猪还挺能拉屎的哦。吴昕那么会做猪食，打扫猪圈肯定是很不错的。阿宝扒拉在猪圈外面，他使劲的点脚，也看不清猪圈里的样子。九毛干脆将他放到了一边的台子上，眼巴巴地瞅着自己的乖孙孙。常爷爷，他们在这里睡觉会不会害怕啊？不会的，猪哪会害怕？哎，主子，这个吴昕绝对不能放回家啊！以后早上让他出来收拾猪粪。你看着办就是啊。哎，我的要求啊，在正月底之前，猪圈里的猪不能超过25头，以后你就是猪圈大总管。25头啊！王户送了10只猪仔，常伯送了4只，再加上原本的那些，猪仔的名额很快就要满了。那就是你需要安排的事情了。九毛又崩溃了。赵府，阿宝回来的时候，王春娘好奇地朝着阿宝的身后瞅了瞅，见没有小胖的身影。啊，宝儿，小胖呢？怎么没带回来？还是跟二丫他们回家了？娘亲，我今天做了一件坏事，我把乖孙孙抛弃了。爹爹说要找刘夫子来给我们上课，但是我不想上课，我只能把我的乖孙孙放在了常爷爷给我们做的猪圈里。阿宝絮絮叨叨地说着，不过王春娘还是听明白了。阿宝这意思就是他为了不上课，就把自己的乖孙孙给抛弃了。哎呀，我们阿宝不当奶奶啊！要我说呀，阿宝最怕的人就是这个刘夫子。其实别说阿宝，就连我见了那个刘夫子都害怕呀。阿宝本来就觉得抛弃了乖孙孙心虚，被老药王这么一说，他就更难受了。娘亲，那我怎么办啊？我要去把乖孙孙接回来吗？可是要是接回来，爹爹再给我喊刘夫子怎么办？养猪这么费劲儿的事儿你都能干，学习就不行了吗？我看你呀，养猪养得挺起劲儿的。养猪才不费劲呢。好了，
赵小猪，你现在得去洗洗手了，摸了一天猪，洗洗再来吃饭吧。阿宝赶紧去洗洗刷刷了。看见阿宝跑开，安平和赵轩同时松了一口气。以后咱们不用刷猪了吧？这小猪还好洗一洗，大猪真的有些过分了。哎呀，真感谢刘夫子断了阿宝养猪的念头，那些猪养在调酒院里真是再好不过了。你们俩最好盼着阿宝别养些奇奇怪怪的。哎，我是不是忘了跟你们说呀？这阿宝昨天还抱着猪来找我把脉呢，说让我给猪看看。我堂堂一个药王啊！行了，别叭叭了，你别以为我没看到，你真的给猪把脉了，你就握着那猪蹄子。爹真是精通医术啊！赵恒就在这时候走了进来，冷不丁地说了一句。一听这话，老药王气得脸都红了。你！哎，别指着我呀，我可不需要把脉。你要是还想给猪把脉的话，我明天给你带一只猪回来。老药王不敢开口说话了。按照赵恒的尿性，真的能给他带只猪回来。席间，江婷就坐在阿宝的对面，阿宝嘚不嘚的在念叨：姐姐怎么办？我的乖孙孙能吃饱吗？明天早上有人给他打扫窝窝吗？你再不吃啊，这些丸子我都吃了。阿宝顿时也不废话了，嗷嗷的就开始炫了起来。小样，还治不了你。你真的要给阿宝请刘夫子？这大过年的，元宵节还没过呢，就别给孩子们找刘夫子了吧，听着就吓人。我要看他们表现呢。要是在抱头猪吵个不停啊，那刘夫子就必须得请了。至此，阿宝是彻底的抛弃了他的乖孙孙，还是小丸子好吃，刘夫子什么的最不好看了。调酒院地牢，一大早的天还没有亮，九毛就来了。一看见九毛来了，吴昕开心死了。九大人，我是不是可以离开了？我这2天表现的真的还不错吧？吴大人，你做的猪食真的是太棒了。不过还得麻烦你一下，你还得去扫一下猪窝。吴昕以为这是最后一项任务了，他忙不迭的点头。可以，我很会的。看着吴昕被带出去，九毛侧头看了看一旁的暗卫，问道：我是不是挺缺德的？暗卫想了想，还是点了点头。太好了，我果然是赵家的人，挺不要脸的。对了，今天的猪食还要多一些啊，你记得监督他。同情吴大人1秒钟。白大人是在这天上午找上门的。赵大人，不知您何时将我的2女婿给放回家中？白大人，我还没有查你，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。白大人被这话给吓了一大跳，因为他确实不经查。手脚不干净的人那么多，你为何总揪着我们白家不放？因为你们白家人才辈出。你若是不想走，那就留在这儿吧。姐姐，这个爷爷是谁啊？是猪官的爹。哇，是猪官的爹吗？那他是不是一个大猪官？可以这么理解。猪官是什么呀？他啥时候成了猪官的爹了？大猪官真厉害，他做的猪食小猪们都可喜欢吃啦。白大人也不是傻子，这个猪官说的似乎是自己的2女婿。赵恒，堂堂一个官员，竟然让你奴役成了一个猪官，你到底凭什么？哎呀，行了，你若是现在离开呢，我可以晚几天收拾你，但你若是再多说一句，今日就不必走了。阿宝靠在赵恒的腿边，他小声地说道：大猪官肯定不会不管小猪官的。哟，赌一个金锭。赵恒忽然朝着阿宝说道。阿宝茫然地点了点小脑袋，然而事情的发展还是超出了阿宝的3观，因为白大人怕火烧到自己身上，竟然放弃了吴昕。你不管你的小孩了吗？一个养猪人的儿子也配做我的孩子？
白大人扔下一句冷嘲热讽，就快步离开了。姐姐，为什么呀？这个白大人不是一个好大人。哎呀，你都能为了不上学抛弃你的乖孙子，那人家为何就不能为了自己的安危抛弃一个女婿呢？你们俩这干的事儿啊，不都是一个性质吗？可我的乖孙孙是个猪猪啊。那爹问问你，小胖要是个人，养小胖和不去上学，你选哪个？好像都不用选的，有不上学就选不上学。在不上学和养猪之中，阿宝选择了不上学，所以养猪的事情总得忽略一些。这天早上，吴昕在打扫猪圈的时候，不知道从地上捡到了什么，细看之下，只见他已经僵在了原地，明显是在瞅着地上的东西发呆。说还是不说呀？可他的性子决定了，他是个胆子小的人，所以他还是弱弱的举起了手。九大人，我捡到了一些钱。在看见金锭的那一刻，他很确定，这钱肯定是阿宝丢的。阿宝肯定是偷偷回来看他的乖孙子了。半刻钟后，这金锭到了赵恒的桌前。去，把阿宝喊过来。九毛在前院找到阿宝的时候，阿宝正乖乖地坐在那里，不似寻常那样玩闹。阿宝，你是不是丢金锭了？我在猪圈捡到了，是不是衣服又破了？九毛以为自己是在跟阿宝通气儿，结果阿宝被九毛这话给吓了一大跳。九毛不会读心，但是看见阿宝那心虚的表情，就代表他肯定做了什么。毛叔叔，我姐姐会不会拿鞋底打人啊？阿宝，你又没做错事儿，肯定不会吃鞋底的。二丫在一边笑话阿宝，阿宝心虚得很，但是想到爹爹在等着自己，他还是忐忑地跟着九毛去找赵恒了。屋子里，赵恒听见动静，他抬眼就看见了阿宝狗狗祟祟地跟在九毛身后。找阿宝，你怎么着了啊？钱多的都开始往猪圈门口扔了是吧？阿宝被吓得一哆嗦，然后几人就看见阿宝自己趴在了地上，一脸的生无可恋。姐姐，可不可以不要用鞋底打小孩啊？他已经摆好了挨打的姿势。赵恒给气笑了。嘿，来，你给我说，为什么往猪圈门口扔金锭？因为我觉得我对不住我的乖孙孙啊。爹爹说我为了不上学，也跟那个不要自己女婿的人一样。既然你这么愧疚，那我再问你一次，你想选什么？养猪还是不上？爹爹，不上学！赵恒甚至都没有说完，阿宝已经开始抢答了。见阿宝还趴在那里，九毛不断地朝着赵恒看了过去。你看着我做什么？主子，大小姐还在趴着呢，这么冷的天，别冻坏了。哼，你下去看看她在干什么。棉袄穿得那么厚，还冻坏。九毛好奇，蹑手蹑脚地走了下去。阿宝跟个乌龟一样趴在地上，两只小胖手正在捏着一块肉干在啃。秉着分享的原则，阿宝还是又掏出一块肉干递给了九毛。好不好吃？我姥爷给我买的。我姥爷说这是一家新开的店，都买不到。自己找个地儿好好反省去吧。啊，不抽你鞋底子了。阿宝一听，嗖嗖的迈着小短腿儿，嗷嗷的就跑。熊样。九毛叔叔，你别忘了喂猪猪。九毛叹了一口气，只得抬脚去地牢看吴昕。做了亏心事儿，如今可舒坦些了。确实踏实了很多，我不敢还那些金锭。赵大人，我来就是想问问您，我到底要在这里待到什么时候？你夫人好似也不大希望你回家，你不如就在这里待几个月，也不让你待在地牢里，你看如何？大人养这些猪有何用啊？这个你不必操心。这些猪，他自然有安排的地方。吴昕终于认清了现实，他点头，答应了为期3个月的养猪计划，住宿也从地牢搬到了后院。
吴昕一离开，九毛就朝着赵恒问道：“主子，真的要放吴昕回去吗？这3个月以后，万一咱们的猪多了怎么办？”缓兵之计。哎，阿宝呢？在猪圈呢，盯着猪吃饭。我刚才跟你说的事情，准备一下，今天下午就办。这天下午，因为有九毛之前的宣传，所以赵恒带着张正和师爷出来的时候，调酒院的门口已经站着好几排的百姓们了。至于师爷和张正，都不知道赵恒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各位父老乡亲们啊，调酒院呢这几天也解决了几个案子，也收到了10几只猪仔。今日让大家来到此处，就是为了向诸位说明，自今日起，调酒院所得的一切猪仔将进行集中管理。调酒院已经跟破山书院达成了一致，这些猪仔将以奖励的方式发放给破山书院里读书好的孩子们。今日说出此事，一是为了让诸位监督，二呢也是欢迎你们各位家的孩子去破山书院读书。哎，大家伙，这可是好事啊，送猪仔多实在啊。过了元宵节，破山书院又会招生了，大家的娃有想要去的都去报名啊，我们家大人的孩子也在那儿上学呢。总之啊，赵恒这么一操作，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京城。常伯家里，我就说吧，赵大人真是顶顶的好人。不行，以后我要再去送猪，咱们家现在也不缺钱了，都靠赵大人。而傍晚的时候，刘夫子也急匆匆地找到了调酒院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今天下午很多人来问我报名的事情。赵恒，你真是干了一件人事儿。我平常干的不是人事儿，多少有些吧。哎，你让这么多的孩子能上学，你功德无量的。夫子，我爹爹功德无量，那他能活到500岁吗？活那么大做什么？能活到7老80已经很好了。不过有句话你们听过没？千年王八万年龟，说不定赵大人真的能活1000年呢。刘夫子，你咋还骂人呢？没有啊，夫子没有骂人。夫子是说我爹爹能活2个500年吗？爹爹要是能活成老妖怪就好了，那我就会一直有爹爹啦。刘夫子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赵恒啊赵恒，虽然是个极其厉害的人，但是家里也结了苦瓜不是？好大的一个苦瓜呀！至于张尚书家，更离谱，结了俩。刘夫子，你怎么突然就笑呢？你是不是脑袋里面也有水啊？我爷爷就这么说我爹。到底谁的脑袋里有水呀？哎呀，夫子要是说完正事的话，就请回吧。瞧着天色也不早了，他也得带着阿宝他们回家了。他点头，又跟赵恒道了谢，这才又急匆匆地跑了。跑到门口的时候，赵阿宝，你们几个上学以后来我书房一趟。怎么办？阿宝，夫子让我们去他书房，他不会又让我教他读书吧？不会的，二丫，夫子年纪大了，肯定记性不好，等咱们上学的时候，他肯定就忘了这个事儿了。对对对，大丫说的对，二丫，夫子头发都白了。糟心呐，真是糟心，这几个狗娃。回赵家的路上，爹爹，你不会把我的乖孙孙送出去吧？我的乖孙孙不能送人的。你没听见我说的话吗？你要是想留住小胖，你就得自己好好学习，若是学好了，小胖自然会奖励给你，送回你身边。阿宝，你别听干爹的，我看见那个名单了，上面只有14只猪，没有咱们的，干爹骗你的。梁康说完这话，几个娃的视线都朝着梁康看了过去。梁康说完之后才反应过来，他大概是得意忘形了。哎呦，梁掌柜，今儿个穿的棉裤没裂开？梁康的脸顿时红成了一片。你们的猪啊，暂时给你们保留，倘若不好好读书，上课再给我吃东西掉渣儿，猪就会送人，听懂了吗？谁知道阿宝自己兴高采烈地朝着一旁的江婷说道：小哥哥，我可干净了，
我现在吃饭就不叫渣渣啦。你今天想的那法子真不错，倘若你今天不说，类似白大人之类的，又会拿这些猪挑刺儿。是啊，朝廷养着他们这些言官，该发言的时候不发，一群酒囊饭袋。我明儿个要去上朝，这个白大人该解决一下了。咱们很久之前说的那个事情，我准备开始实施了。京城如今吧，确实有些乱，总该整治一下。需要我出面吗？暂时还不用。赵恒说到做到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宫门口的侍卫就发现赵大人竟然来上朝了，而且穿着官服，一看就是要来闹事啊。所以当看见赵恒走进宫门口以后，侍卫们立即去给大太监报信了。拦住！快去通知前朝的大人们，一定要拦住他呀！他来上朝肯定是没什么好事儿。所以赵恒还没有走到乾坤殿的时候，人就被几个言官给拦住了。赵大人，调酒院不忙吗？啊，怎么今日有空来上朝了？哟，怎么诸位大人闲得慌，想要去我调酒院喝喝茶？一听这话，几个言官顿时不敢开口了。可是赵恒就凭借着请人去调酒院喝茶这句话，愣是畅通无阻，直接到了乾坤殿上。回禀皇上，臣要状告白大人，罪状在此，共计18条。白大人一听这话，腿一软，差点又被吓晕过去了。臣状告白大人违背女子意愿，擅自买卖。赵恒就那样笔直地站在大殿之上，一字一句地说着白大人的罪过，说着他如何残害女子，如何作恶多端，如何将人踩在脚底。全殿没有一个人敢出面阻拦赵恒，生怕赵恒这只疯狗下一秒将他们给咬了。等到赵恒说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，白大人捂着胸口摔倒在地上。综上所述，臣恳请皇上彻查白家，令臣想提议成立护女司，设女官，作为保护女子的正规衙门。赵恒看向裴文帝，女官，朝廷鲜少有女官，若论起来，仿佛也只有赵恒的妻子王景一人。裴文帝看向赵恒，久久不语。赵恒侧头看了一眼自己身边的言官崔大人。皇上，臣附议，朕会好好考虑一下的。赵恒见此也没有再多说什么了，并没有跟裴文帝硬刚，因为他笃定裴文帝最后一定会同意的。下朝的时候，通往宫外的路上，言官崔大人狗腿一样的跟在赵恒的身后，小声的问道：赵大人啊，你为何要执着成立护女司呢？我朝可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啊。知道为何我刚刚看向你吗？因为下官心软。你家幼女曾遭受夫家暴打。你怎知此事？在此之前，大人应该没见过我吧？既然都没有见过，为何将他家的事儿了解得如此深呢？心里一旦有了这个念头，崔大人就觉得后背发凉。赵恒竟然知晓这么多，背后说不定已经将整个京城都掌握在股掌之中了。我夫人自幼遭受颇多困苦，我不想让更多女子求助无门，也不想让我女儿长大以后面对一个对女子很是恶劣的环境。崔大人既为人父，应当明白此理，日后还请多多发言。赵恒说完，抬脚朝着宫门口走了去。没有人想到，就是这一日，成为了后来史书上极其出彩的一笔。也没有人知道，这一切的源头都是因为一个大胖参。阿姐，我忘了带包包，里面有肉干。去，给爹倒杯水，爹渴了。阿宝赶紧迈着小短腿儿去给赵恒倒茶，甚至还很主动地端到了赵恒的跟前。来，给爹捶捶背。阿宝赶紧哼哧哼哧地爬到了后面的桌子上，两只胖爪爪握成小拳头，一个劲儿地敲打着赵恒的肩膀。赵恒安静地坐在那里享受着。爹爹，
你上朝是不是很辛苦啊？阿宝说着，还掏出了一包肉干递给了赵恒。谢谢你吃这个，可好吃啦。赵恒向来是不怎么碰这些零食的，所以他也就没有动。阿宝见赵恒不爱吃，以为赵恒是上朝太累了。爹爹，你累的话想吃什么哇？我不舒服的时候，娘亲都说做猪蹄给我补补。有啊，爹想喝个参汤。赵恒这话一出啊，那给他捶肩膀的小拳头也停住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要不要来个参汤啊？啊！就在赵恒说完的下一秒，阿宝的拳头很大力的朝着赵恒的肩膀上捶了过来。哎呦呵，这劲儿真大！爹爹，不能吃参汤，吃参汤没用。那吃什么有用啊？要吃猪蹄，吃猪肉，吃肉丸。怎么都是猪身上的呀？哎呀，有点腻了。参参不好吃的，没有肉肉香，不能做参参。你爹吓唬你的。阿宝，再给你爹捶捶肩膀。王春娘在这时候走了进来，朝着阿宝说道：“用娘教你的那套拳法。”然后赵恒就觉得自己的肩膀都要被阿宝给捶下来了。康康他们在外面等着了，喊你的小哥哥快出去玩吧。王春娘摸了摸阿宝的小脑袋，给阿宝重新扎了一下小揪揪。阿宝亲了王春娘一口，这才蹦蹦哒哒的出去玩了。阿宝出去以后，你再把阿宝吓得睡不着怎么办？他在猪窝里都能睡着，还怕这个？说起来，阿宝这性子也是朝三暮四的。这2天呀，他明显不惦记他那猪了。啊，这要是以后找了男孩子也朝三暮四怎么办？还说我想得远呢，我看你想得更远。到时候啊，真要朝三暮四，我们也阻拦不得，随他便吧。王春娘看着赵恒这云淡风轻的样子，自己也跟着笑起来。她感觉按照他们俩的性子呀，只怕到时候只会帮阿宝去拿麻袋套人。娘亲，我忘了带包包，里面有肉干。王春娘应了一声，赶紧去帮忙拿东西。看着母女俩忙活的身影，赵恒笑了笑，英俊的眉目完全舒展了开来。因为过几天江婷就要离开京城了，所以阿宝他们一有时间就带着江婷出去玩。我们带着阿婷都快把京城给转遍了，但是还没有带阿婷去打架呢。不能打架的，我们不能打架的，会挨揍的。我可不想被弟弟的学弟打。阿婷，我想到一个好地方，我带你去车马行吧。我现在有钱，我送你一辆马车。现在就开始送礼物嘛？阿婷还不走呢。我要给小哥哥送猪。那我先不送，我们就去车马行看看行不行？里面很多好看的马车呢。所以最终一群娃还是朝着车马行赶了过去。赵家，你知道阿宝他们去哪里了吗？没什么好地儿吧，要不然你也不会是这样的表情。他们一群娃呀去车马行了，一群孩子竟然往车马行跑了去，幸好我看见梁管家跟上了。去吧，反正阿宝身上没钱呢。赵恒笑了一句，那些马车都很贵的，阿宝身上的银子应该是不太行的。阿宝买东西好像也不管身上有没有钱的。等等吧，希望这孩子今天不会闹出什么幺蛾子来。车马行的伙计穿得极好，一看就是相当的精致。我们这些衣服在哪里买的哇？挺好看的，我想给13毛他们买。听见阿宝这样说，小伙计本来是不想搭理他的，可是他瞧见了阿宝身后的梁管家，所以他想了想，还是声音温柔地朝着阿宝道：这些衣服都是掌柜的给我们做的，不是买的。好吧，那我们要看车了。小伙计瞧见他们在摸马车轮子，他刚要说话，梁管家已经将自己的令牌给拿了出来。杏花街梁家，态度好些。小伙计一看梁管家这气势，顿时安静了下来，也不骄傲了。阿宝他们已经爬上了一个马车。咱们要不要买一辆啊？家里的马车都是大人坐的，咱们也买一辆吧。哎，
你忘了干爹说过的，有1两只能花1两，小孩不能多花钱的。可是我爹爹也说了，要是有喜欢的东西可以跟他说的，他给买的。我喜欢车车。你好像没有不喜欢的。这天中午的时候，赵恒就被通知回到赵府。在回家的路上，赵恒就在想啊，肯定是赵阿宝那个小王八蛋又闹出什么幺蛾子了，要不然是不会这么突然喊自己回去的。赵恒回到赵府的时候，远远的就听见前厅里边叽叽喳喳的一片，而他一眼就看见了一个小伙计端正的站在一边，看着好像是很害怕的样子。姐姐，你回来啦！做什么事儿了啊？中午就得把我喊回来？姐姐，我买了一个车车。买了一个车车？什么车？听见这话，一直哆哆嗦嗦站在旁边的小伙计将手中的一张纸递给了赵恒。赵大人，贵府小姐她要订一辆马车，要有猪头，还要有红宝石，这造价有些高，况且赵小姐是赊账，小的只得是亲自登门了。赵大人，小的要付钱，大小姐不让，所以才闹出这样一回事来。梁管家也是没有办法呀，阿宝执意要自己付钱，只得带着小伙计回赵府了。大小姐还挺能赊账啊！在西乡村的时候赊账数目还很小，现在长大了，赊账已经翻了好几番，还红宝石呢。姐姐，我喜欢你说过的，不能随便用别人的钱。九毛，带他去付钱。天哪，我竟然真的要领到银票了！没想到那么花哨的马车，赵恒竟然同意了。小伙计一走以后，干爹别打阿宝。干爹，我们没有拦住阿宝，为了不让阿宝挨打，我也在阿宝的建议下买了一辆造型带驴的车。阿宝说他喜欢。你们俩是从哪儿看到猪的车的？那车行里有卖的？干爹，有钱能使鬼推磨的，我们说想要猪的，他们就说会做，还找人画了图纸呢。驴的也是。听见这话，赵恒也无语了。至于那车马行，那也是没有底线的很。赵阿宝，你赊了多少钱你知道不？我知道啊，姐姐，2个500两。姐姐，我以后会赚钱给你的，给你养老。他现在正处于热乎劲儿上，仔细地瞅着那图纸，眼里亮晶晶的，明显是期待极了。赵恒看着那图纸，只觉得阿宝这审美啊，糟糕透了，太丑了，实在是太丑了。赵阿宝，你的审美有些问题，你等那个车回来，在你的猪座好好一辆马车，你瞧瞧这个图纸，丑死。这个马车就是最好看的，跟爹爹一样好看。哎呀，行了，爹气饱了，你们赶紧滚蛋吧！啊，今年的赊账次数已经到了上限了，以后再敢去赊账，爹有鞋底子。阿宝的马车还没有到呢，赵恒倒是在第2天继续去上朝了。皇上，臣请愿设置护女司。一群言官非但不敢反驳，甚至以崔大人为首的几个人还帮忙说话。设置护女司这事儿着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，所以裴文帝还是没有想好。既然皇上还需要思考，那臣就先回调酒院了。最近有不少案子涉及朝中不少官员，臣先行告退。就在赵恒抬脚要离开大殿的时候，有人开口大声的道：皇上，护女司的设置是好事儿啊，臣愿意捐出3年俸禄，帮助护女司成立。下朝后，不少人朝着刚刚开口的黄大人问道：黄大人，你怎么率先开口了呀？我不敢说呀，我必须得捐钱帮助赵恒啊，要不然赵恒没事干再回去办案子，将我的家底都给抄了，那不是更惨吗？黄大人都能听出来赵恒的话外之音来，其他大人怎么会听不出来呢？宫里
这就是坐收渔翁之利。赵恒的存在会让那些朝臣将银子吐出来一部分，这部分银子创建护女司也绰绰有余了。朕不必费任何的心思，就能得到明君的名声，天下的女子都会对朕感恩戴德。张府，张将军这2日总是看不见张夫人的影子。问张尚书呢，张尚书也不跟他说，最后还得可怜巴巴的去问2个儿子。哎呀，二丫，爹有个事儿问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娘这1-2天忙什么呢？怎么连个影子都没有啊？我娘去当官了。啊？你娘一个女的当的啥官啊？干爹说了，京城要成立一个护女司，现在好多人都去考核呢。若是考过了，就可以当官了。哼，我娘一定会考上的，我娘真的太厉害了，比你厉害多了。不是，赵恒在搞什么？女人能当什么官啊？他真以为人人都是王锦呢？爹，王锦是谁啊？就是赵恒的婆娘啊，你个瓜娃子。哇，那就是干娘了。我干娘真是太厉害了，比我爹厉害多了。张将军只觉得这1-2分钟的谈话，他的心被扎了一刀又一刀。爹，饭做好了没啊？吃完饭我们还得去大宝家呢，我们今晚都在大宝家的炕上睡。阿婷快要离开了，我们得住在一个被窝里。有个屁的饭！不是，你们都不关心你们娘的安危吗？啊？爹，我们俩还是小孩呢，你去接一下娘吧。我们2个待会儿吃饱了还要去找大宝他们呢。对了，要不然也给我娘带点饭吧，干爹就经常给干娘带饭的。张将军崩溃了。赵恒，狗贼，看把我孩子跟婆娘都带成什么样子了。街上的人都说干爹很聪明，但是阿宝笨。哥，你说在咱们家是不是咱俩聪明，爹笨，正好反过来了？娘，我要疯了！赵恒在整的什么护女司？张将军现在在家里已经没有任何的地位了，要不是大丫二丫的猪都被送到了调酒院，他在这家里呀，只怕是地位比猪还要低呢。阿婷，待会儿阿宝的猪头车就到了，咱们先去摘星楼，那里最高了，风景最好看了。下午的时候去我家，我们都给你准备了礼物。晚上咱们去长安街看灯会，然后咱们再一起睡觉。别在这里站着了，赶快去吃饭。饭桌上很快便坐满了一群娃。我倒要看看阿宝的猪头车如何。好的话呀，老岳头你再去买一辆啊，反正阿宝明天也要上学了。老爷说话真是提水壶，什么哪壶开不开的？阿宝明天也可以不上学的。赵恒的眼神立即朝着阿宝看了过来，阿宝低下头，假装没看见。主子夫人，车马行将猪头车给送过来了，太好看了。听见阿宝的猪头车送来了，一群娃连饭都顾不上了，赶紧朝着外面跑了去。不得不说啊，作为京城的第一车马行，这做出来的马车确实有点东西。总之呢，这辆马车处处透露着可爱的味道。赵大人，我是车马行的管事儿，我们家大掌柜说了，这些银票退还给你们。为了感谢你们设置护女司，我们大掌柜的说，这辆马车是我们车马行送的，不收分文。大小姐日后若是还想选马车，尽可到我们车马行来。管事儿的笑得嘴都歪了，他敢笃定，今日之后啊，这猪头车肯定会卖爆的，这可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儿啊！姐姐，晨晨回来了吗？那这辆马车是我赚的哇！我太厉害了，我都能赚马车啦！姐姐，我们待会儿要赶着猪头车去摘星楼啦。关于馅儿饼，爹是怎么说来着？姐姐，你说过的，天上不会下馅饼的。若是有人下馅饼，那就是井。什么井？陷阱。姐姐，所以咱们要将这个猪头车送回去嘛？可是我很喜欢哇。不必，
但是下次要想好了再答应，听见没有？倘若爹不在你身边，你要好好想想才能答应。听到了吧？赵恒朝着阿宝叮嘱道：“这种意识要从小培养。”